哇塞，紅字啊！哇，歹客，我是小刀。我們現在在醫院外面這邊呢、啊。我們今天是來要面對自己啊，所以我們今天老闆呢就幫我安排了員工體檢的啊。可是他是想說，我們還是拍一部影片跟各位分享一下，我們這樣才能暴飲暴食的情況之下，我們身體啊，在進入中年之後會怎麼樣呢？如果有什麼問題啊，看要怎麼處理啦，好不好？那等一下我們就去把這個跑完吧。我們這次健檢啊，我們是做一般的勞工體檢啊，我們有進行的理學檢查、X 光檢查，還有血液檢查啦。可是你看着我們這一面的數值啊，我們有問題的地方是腰圍、血壓、視力，還有血液的肌酐酸。他的建議是說，我們血壓略高，請追蹤血壓，甚至連腰圍都不行了。但造成這些紅字的因素太多了。我們雖然不是靠臉吃飯頻道，但是我們是靠身體吃飯的。尤其最近衣服越挑越鬆垮那種，遮擋不住的赘肉。但我就覺得說啊，也許我們要處理這個問題啊，我們還是要尋求專業的機構或者診所幫我們弄啊。要不然說我們自己這樣子每天吃固定的這種減脂餐啊，我就覺得有點莫名其妙哎。不過我們再跟夏老闆討論一下之後啊，然後有找到方式再跟各位分享了啦。我們這次到台北找 Kobe。我們有安排營養師啊，跟他做諮詢啊，看我們能不能從我們的飲食開始做調整啊。OK 啊，各位，我們現在來到涮乃葉這裡了。我們在出發之前呢，我有去跟營養師做諮詢啊，他有跟我們說吼，我們平常就是吃到飽。可是啊，吃到飽感覺就是很罪惡，很容易胖，對吧？但他有跟我們說啊，我們就算是吃到飽，也是可以瘦的啦。我會想說，我們今天就來吃吃看啊，然後把它記錄下來，分享給營養師他們啊，然後看看他們對於這餐的評價會是如何，然後我們再跟各位分享他到底分享了什麼啦，好不好？那等一下我們就先去他的自助餐那邊拿點東西回來料理吧，來吧，我們拿點蔬菜。營養師有說吼，我們今天蔬菜就是拿不一樣顏色啦，就包含番茄啊，或是洋蔥都可以。然後我很喜歡吃木耳啊，所以我們就這樣菌類洋蔥跟番茄這樣拿一拿，感覺就很棒哦。馬西嫩 Kinji。至於蘸醬部分呢、啊，我們就拿圓形的食材。滿滿的蔥花、蘿蔔泥、蒜蓉、鹽椒啊、雞酥酥啊，然後你看到這種都是有的醬料啊，或是說這種很濃稠的吼，我們就先跳過吧。雖然我很想吃啊，那我們就用導遊。飲料我們就選健康一點的，無糖茶、配口茶。怎麼這杯看起來就是水而已啊？什麼鬼？各位啊，我們今天拿第一盒料理回來了，那我們繼續跟大家加點我們大家想要吃的肉啦。反正今天我們來涮乃葉啊，它有5個小時讓你盡量吃，我們就慢慢的吃啦。雞肉，我們先來個5盒，還有梅花豬。也是來5盒，五花豬也是來5。哦，好了，他一次最多就是點12樣，那我們就先送出吧。我們剛剛跟他點的肉啊，全都上桌了啦，那我們先把所有雞肉啊都下去吧。那我們先從豬梅花吃起来。我觉得說這就是我們台灣豬的魅力啊，只用湯頭煮就很好吃啊。
們在這邊呢，我們應該把我們的火鍋好朋友醬料給準備好了啦。那我們用這個台灣豬呢來沾我們今天的健康特制醬料啊。我会觉得說今天這樣調配的醬啊，它感覺很輕盈啊，但是也是很好吃的。接下來吃雞腿肉，我会觉得说涮乃叶这个品牌的魅力啊，就是说它的豬肉好吃之外啊，它連這雞腿肉啊，吃起來也是鮮嫩鮮嫩的。接下來我們用泡菜配雞肉吧。比起我們上次去韓國吃到那些泡菜來說，他們那邊好像都是比較辣又比較鹹啊。我反而比較喜歡我們台灣這種甜一點的泡菜啊。豬梅花繼續吃起來。那各位啊，我們的肉啊已經全部都下去了，我們繼續給它加點起來吧。梅花豬9盤，五花豬3盤，那我們就繼續給它加點12盤肉吧。我就說，我們今天營養師會看完我們的菜單啊，你可以笑啊，非常多是不是？接下來吃豬五花，會是豬五花。我們剛剛前面吃到肉啊，感覺就很好吃。可是啊，因為它這脂肪含量比較多，所以它吃起來哇，更加的軟嫩啊，更加的香啊。我們一次下9盤的豬梅花，這個畫面感覺好療癒哦。那我們這回合啊，我們就用蔬菜配着肉一起吃吧。我們前面吃那麼多肉之後啊，我們這時候配了木耳還有洋蔥一起吃下去啊，我會覺得說我們的味覺啊有一種大換血的感覺。剛剛我有去拿丁龜高含肌啦。營養師說啊，如果我們想要瘦啊，然後要增肌的話，就是必須要吃蛋白質，再吃菜，然後再吃點澱粉吶。那我們把它加下去吧。催淚。我們今天來吃的涮乃葉啊，它現在有5個小時用餐活動啊，所以我們又跟它口頭加點了7份啊。我們今天總共湊35盤肉就好了，要不然今天再給它吃到50盤呢？不行啊，絕對是爆炸的，絕對會爆炸。熒幕上的完成，請取藍光才可以。
我們在等肉好之前呢，我們現在喝我剛拿的咖啡吧。我剛拿的是美式咖啡啦，然後我什麼都不加，這感覺喝起來非常的健康啊。那我們來吃用番茄鍋煮出來的梅花豬吧。這豬肉它現在吃起來有一股濃郁的番茄香味。雞腿吃起來，就算我們吃到最後面呢，它的雞腿肉吃起來口感还有味道啊，它都是一樣的好哎。韓吉，用左右軟爛地瓜，它帶着淡淡的甜味。我會覺得說，我們今天吃地瓜，應該也是可以取代我們吃那種甜點的感覺吧。感覺它是健康的甜啊。OK 啊，各位，我们已经吃完所有東西啊。那等一下我們去結賬之後啊，再跟各位分享一下營養師怎麼跟我說的吧。OK 啊，各位，我們現在已經回到我們的工作室啊。單打給右跨買，你覺得營養師怎麼回復？雖然我們吃的都是原型食物啊，可是量因為太多了。他還是覺得這樣不行啊，但為了健康，這應該也是沒辦法的啊。所以我們剛有去了好市多，去買了一些很健康的肉回來處理啦。我想說，我們這次就用好市多的食材來減肥看看吶，好不好？那等一下我們開始處理吧。那我們料理這個雞肉啊，我想說我們先把它醃一醃啊，所以我們又在好市多買一罐鰹魚醬油。哦，好香哦！來一點米酒、胡椒粉，一點點，把它拌一拌。我們就讓它醃着，醃半天應該就差不多入味了吧。還有在這之前啊，我們有經歷過了3周的調整啊。現在營養師啊，他是建議我們說，在減重的時候啊，我們的油啊可以吃橄欖油，然後我們平常吃的飯或麵啊，這些澱粉哦，我們可以改為這種原始的澱粉啊。那在蔬菜的部分啊，營養師是建議啊，我們一餐起碼要有2個顏色到3個顏色的蔬菜啦。然後這種香菇也算蔬菜，所以我們今天就準備了小白菜、昂菜頭，還有秀珍菇啦。還有我們單單吃雞胸肉啊，應該會很乏味啊，所以我們還有準備這個板豆腐啊。但營養師說嫩豆腐也許會比較好，我們可以吃的比較多。但是我覺得板豆腐味道比較好，我們就少吃1塊，就吃這個就好了。但只吃這樣子啊，味道絕對不會好，所以我們要加碼點高麗菜絲。那我們先把我們這餐要吃的食材拍起來啊。我們把這些傳給營養師之後啊，營養師會再看我們吃了什麼，然後給予我們建議，還有分析評分吶。然後這個是雞湯粉，也許這個味道啊，你也曾經吃過哦。我們醃好雞胸肉啊，我們就用橄欖油來煎吶。那我們等雞胸肉收汁完啊，我們就可以上桌嘍。OK， 各位，我們餐點已經上桌了。那我們在吃完之後啊，我們會再跟各位分享說，營養師對這餐評價會是如何啦。我們來吃吃看我們自己醃的雞胸肉。雞胸肉終究是雞胸肉啊，它吃起來口感非常的健康啊。可是稍早我們醃的味道都有吃進去啊，我會覺得說它這樣煎過之後啊，那味道濃縮再濃縮的滋味啊，起碼讓它吃起來是稍微好吃一點的啊。那接下來我們來吃這個豆腐。
這豆腐基本上就吃到原本豆腐的味道而已啊。可是我們把這些餐點吃完之後啊，我們再跟各位分享一下營養師他是怎麼評價跟建議我們的餐點吧。你們有看到我們剛剛所測量的體重了嗎？我們現在距離課程已經快要結束了，我們終於努力到64公斤了啦！而且在這邊呢，我們給各位看一下，我們在開始之前呢，然後到現在啊，我們身體形態變化的感覺啊。我們原本當初啊，感覺就是沒有那麼精實的感覺啊，但是我們經過營養師這樣子前後的訓練過後啊，哦。這感覺真的是很棒哎！給各位看一下我們的數據記錄，看着體重的曲線，再看着肌肉量的曲線，有種滿滿的成就感呢。我們會有這樣的改變呢，是從跟營養師1對1的分析過後，然後我們參加他的8周飲食改造計劃啦。我會覺得說，我們也許剛開始啊，營養師他會針對我們的生活習慣啊，還有工作去做一些分析啊。然後之後我們藉由計劃啊，我們去分享我們平常的飲食啊，然後營養師啊，他會一周一周的慢慢去改變我們的飲食啊，給我們最好的建議啊。就也許這過程啊，會是還蠻難熬的，可是熬過來之後啊，你會發現說，你在這路程上你所學到的東西，都是學以致用，可以用一輩子哎。各位如果對這有興趣的話，你可以先從營養師1對1分析計劃開始。在營養師分析的過程中，他會去針對你的生活習慣，還有你的飲食啊，做出一些建議，還有分析啊。營養師會在30分鐘內啊，分析你的荷爾蒙肥胖分型，了解改變飲食的方向。然後你也可以先輸入我們的優惠碼蝦土豆，然後獲得450元的優惠價格哦。也可以像我一樣參加他們的8周飲食改造計劃啊。再往後8周時間呢，營養師啊會一步一步的去帶着你啊，如何去吃出更好的感覺。或是像我們就是有瘦下來，然後肌肉量又變多這種感覺了，主要就是看你的需求啦。但在這個計劃過後啊，我想要先去吃個拉麵啊。不過我們後續還是會努力繼續維持下去啊。那我們就先這樣啦，拜。